会明天登场，这两大国各怀鬼胎吗？我们看到在阿拉斯加，俄罗斯总统普京跟美国总统川普即将在当地时间早上11:30，也就是我们台湾时间16号凌晨3:30举行峰会，主要是解决乌克兰战争的问题。那白宫透露，两个人是1对1会面，而且呢，俄罗斯总统的新闻秘书说不会在这个峰会之后签署任何文件。那另外我们看到呢，一边普京他跟美国来谈，可是呢，谈完之后，他是不是还有别的想法呢？据说啦，这是美国研究人员他们在说俄罗斯其实有在预备发射核动力飞弹。那这是两手策略吗？而且川普到底想在这一场所谓的世纪高峰会上面得到什么呢？英国媒体就说这是跟面子有关。其实川普他的打算、他的盘算是要提升他作为谈判大师的形象，就说我自己好棒棒，我可以来促成世界和平，甚至有人认为他想要拿到这个诺贝尔和平奖，他整个就是虚荣心。而且呢，这次会面的地点在阿拉斯加，这是美国的领土所以感觉上他是在铺陈这一个方面。可是普京也不是吃素的，他可能有两手策略我刚刚说他前脚见完川普谈停火，他后脚立马就要飞去天津见习近平，这是上合峰会那俄罗斯的盘算呢是什么样呢？我嘴上跟你美国讲说我们来停火，可是他要打算靠着中国继续打下去吗？因为如果谈判不成，他可以继续维持乌俄战争然后是由中国大陆、俄罗斯这样子的一个非西方国家的支持继续做吗？这个是我们看到媒体在分析，可能普京他有两种手法，他有两面的盘算。而另外我们看到呢，现在中国大陆跟俄罗斯的关系更加的背靠背了，像是我们看到呢最新的一个太平洋的舰队，这是俄罗斯太平洋舰队说这是俄中联合舰队从勘察加半岛启程执行亚太地区的联合巡航任务。而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呢，2024年7月不是有这一桩新闻吗？说是中国跟俄罗斯的轰炸机在远东白令海上空进行联合巡逻，靠近美国阿拉斯加的地方那现在过了1年多，专家就讲说这些飞行可能另有目的，包括向外界展示什么呢？核轰炸机现在是中国3位一体的核战略中的完整环节。什么是3位一体核战略？洲际弹道飞弹、弹道飞弹潜舰以及战略轰炸机所以这是一个秀肌肉的时刻。那另外我们看到川普是不是某种程度因为贸易战的关系，把印度推向中国跟俄罗斯呢？我们看到最近美国跟印度的关系的确不好，因为关税的问题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就说，普会如果失败，将会升高印度2级关税他说这个看看这两大强权会谈的高峰会完了之后如果说失败的话，那你印度就惨了那这样子的事情这个传到印度难道就会乖乖接受吗？看起来不会我们看到王毅8月18号说是会去访问印度，那中国大陆就说这是龙象共舞，正确的选择，会适时的发布消息你看到中国大陆外交部的发言人林健就讲说，中印都是发展中的大国，全球南方重要的成员，龙象共舞是正确选择。所以普京这个川普是把印度推向中国大陆的怀抱吗？因为你看到专家就说，你激怒印度之后的后果是什么呢？包括观察人士说，你华府、你川普为什么选择激怒印度？这是川普政府缺乏一致的对中政策，低估印度的制衡作用，并且因为印度否认川普在化解巴基斯坦危机中的角色而心生怨怼所以说针对印度的关税本来是在打击俄罗斯，因为他说你印度去买俄罗斯的便宜油嘛，可是最后可能反而推印度更靠拢俄罗斯还有中国，而且一起联合起来应对美国。来请教董哥。其实大家知道川普一直有个情节，这情节就是说他希望能够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这个是在挪威的奥斯陆那为什么呢？因为奥巴马2009年就得到了那时候奥巴马当选总统，
那当然，他在美国来讲，黑人第一次当总统有非常大的象征意义。那和平奖当然是一个非常高的桂冠，川普很想。那所以他在选前他就讲，只要我当选，第一天俄乌战争就结束，没有结束啊。那没有结束，他当然要处理很多国内的事，这些国内的事包括那些移民。包括在美国出生的小孩能不能获得美国的身份这所有这些东西弄完以后，他就开始去整理了。他要做了第一个贸易，大家可以看到川普的节奏，就贸易他就开始关税，就开始怎么样？可是他念兹在兹的，我的和平奖呢？和平奖我要止战啊！止战当然，俄乌战争打了3年，如果因为我当美国总统，我用各种手段，那他的关键是在普丁，只要普丁愿意收手的话。那我就成功了，对不对？我那一场影响全世界，尤其整个欧洲，甚至北欧的就是诺贝尔的发源地嘛，大家可以看到。所以川普对这个是很在意的。那他先给普丁，大家记得那个时序啊，川普他1个多月前，我给普丁50天，要不然我就要有什么这样的动作，我就会来制止很多制裁的手法。结果俄国人不理他。7月29，川普说：“我给普丁10天，把时间收下来。”然后后来记者问他后来怎么样了？他说：“俄国没有回应啊。”各位朋友，为什么现在突然有回应了？其实普丁很聪明啊。我知道你川普就是爱面子的人。我就是8月10我要去上合会议那后我要去上合会议我在见习近平之前，我先让你见了，你会觉得哇。你看普丁真够意思啊！先来见我才去见习近平，我是老大其实你可以看到普丁是很有深谋远虑的这个人是很不简单的格别乌的高手大家想想看，我们对俄国的印象是什么？过去苏联解体是谁？戈巴契夫是被谁逼下来的？鄂尔钦带了其他的国家，俄国的总统带着所有人，鄂尔钦当总统，他的总理就是。对不对？大家可以看到，普丁从当总理当到现在，所以后来跟那个叶尔钦下台以后，他就一直在俄国里面掌权，掌到现在。那他绝对不是那么简单的人他知道说，我其实有更厉害的武器，你也知道，所以只要我不停，那你就不要来。他的条件永远就是这样，被我占领了这些国家。你就不要这些土地你就不能再要回去。第二个，北约不准通过，你不准加入北约，乌克兰不准加入，所有条件一模一样啦。那现在川普他现在就变成说，不晓得怎么办。但是他一定要打肿脸充胖子说，你看普丁还是比较尊重我的，表面上我还是赢。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了，当他把这些手法用在印度身上，说印度你怎么可以买俄国的油？这些东西都是失败了。俄国、印度、巴西被他课50%关税，大家想想，然后南非再加上中国大陆，这5个国家就是金砖5国的基本的形态啊。他就是要对抗你的你有那么大的本事吗？我觉得川普现在有点懵了。是，赖老师，川普知道如果不满足普丁的要求，这个战争停不了，因为拜登的时代这3年，他就是不满足。这个普丁的要求，所以战争一直打嘛。那这个战争一直打，所以这个拜登就一直给钱，一直给武器。可是拜登他也不敢给太高档的武器，因为他怕这个红线一旦戳破以后那这个对普丁来讲，他使用战术性的核武，甚至普丁把这个战争往外溢了，就是说脱离了不只是在乌克兰，还跑到例如说波罗的海，跑到波兰。跑到其他的国家，那就整个战争从欧洲就蔓延开来了。然后普丁他还可以在威胁警告美国，就是说必要的时候我就用核弹了，那已经不再只是战术性的核弹，我可以用战略性的核弹，我就把你的伦敦，把你巴黎，把你这个阿姆斯特丹，我整个都把你炸了，看你怎么样。那因此他们就不能够玩太大，所以又要玩的小小的，可是又要一直玩。那玩了3年了以后，这个钱烧了1000多亿下去了。烧到美国也受不了了，武器也一直给到他的弹药库的库存都用完了。然后现在武器弹药因为稀土的关系又不够，因为跟中国大陆斗得很凶，稀土的关系又不够，然后生产又供应不上，所以拜登的这一套3年对川普来说解决不了。可是问题是你要满足普丁的要求，
你才能够停止这个战争嘛。我们刚刚讲的，不满足都停不了，满足就要挺好。所以川普一开始就是说，那领土换领土，那我们就在节目里面谈啊，那用俄罗斯的领土来换乌克兰的领土吗？不是，是用乌克兰的领土来换乌克兰的领土。对，那这个对于乌克兰来说的话，那这个不是把我出卖了吗？对，那这个就是当初季辛吉他所说的割地求和。那如果既然要割地求和，那倒不如按照季辛吉当初的3年前的主张，第一时间我就割很小的地，我来求和。可是我当时不肯啊，所以这个战争打到3年了以后，我也死了很多人，然后我的城市也被毁掉一大半，而我的土地被占领的更多了，已经不是占领那么原来的那个2个州的一小部分，现在是占领了13万多平方公里的这么广大的土地，而又被占领了2个州的部分的土地，一个是苏梅州，一个哈尔科夫。3年下来，怎么我的领土损失了10几万平方公里了，然后人死那么多，那你割地求和，如果真的要这样做，那我悔不当初嘛。那因此欧洲反对，欧洲一反对呢，川普你看他又退缩了，退缩以后就是说，那既然割地求和一定要那个乌克兰同意，那我不能够帮乌克兰做决定，所以你看川普对这一次的会谈，他就一直节节败退了，退到什么程度呢？他说我估计大概成功率越来越低了，能够有75%的成功率就已经不错了，可是看起来成功率可能还要再往下降，最后谈到最后一事无成，可惜了。来，舰长，日本媒体真的很会啊，那他们直接的讲说，普丁呢跟川普谈完停火之后，就要到中国大陆，去见这个习近平。那他说这一个，难道俄罗斯要靠中国继续打下去吗？我们必须要这样子讲，厘清清楚哦。这个普丁到那个中国去参加上合峰会，以及去参加这个9月3号抗战胜利80周年的这个活动是什么时候确立的？是今年2月那个时候，俄罗斯驻中国大使摩尔古洛夫他在媒体里头提出的，所以这个根本不是靠中国什么的，这些人就是一天到晚在抹黑中国，抹黑俄罗斯。然后其实现在大家在看电视或者的同时都是多赢收看，你手上一定有手机，你稍微 Google 一下你就知道了。所以不要被这一些奇怪的媒体把这些新闻揪在一起，就好像当真的一样。那另外呢，我们看到这个有关于加州的明德大学蒙特利国际研究学院，它透过了这一个星球实验室的卫星照片其实就看到了这个海燕这个核动力推进的这个飞弹。那这一个核动力推进呢，它的重要在哪里？因为它没有那个射程的一个限制，而且是全球到达。那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它是核动力。为什么是核动力？那因为它就是因为如此，可以替代冷战的时候的这个轨道轰炸系统。那它虽然是一种巡弋飞弹那它巡弋飞弹它飞行的高度大概25至100公尺，那它的速度呢，可以在次音速的0.69也可以进行超音速的飞行，但是只要它的核燃料没有结束，它就一直飞那它最主要冷却的部分，这也就是它的科技它使用什么？它使用气冷式。我们大家想一想，我们看到的核电是不是都在河旁边，都在湖旁边，甚至都在海旁边？为什么？因为它要用河水跟海水来冷却。那我们讲这种海燕飞弹，它用什么冷却？它用空气冷却。它冷却，然后实际上来讲，它产生的电力推动涡轮，那涡轮呢，它的涡轮扇叶产生推力，然后让它飞行。这个就是我们讲到说这一颗飞弹危险的地方。那大家又说现在这一个普丁是不是有其他的打算？错，2年前这颗飞弹就已经要准备试射了。现在2年后发生，代表什么？代表它还是有一些技术的盲点，到2年后的今天才突破。所以不像大家讲的这样，普丁我们不确定
他的心态是什么，但是也不必过分去抹黑他。我们把这个镜头转到美国，我们看到美国阿拉斯加最近有一个冰湖决堤了，这个地点在阿拉斯加州首府朱诺上游一个冰湖在8月13号那一天决堤，你可以看到它决堤之后引发洪灾，这个水浸没了街道跟房屋，那政府也呼吁当地的民众赶紧撤离。而另外我们看到美国本土在德州这个地方也有一桩憾事这个是火车脱轨起火，我们看到空拍的画面可以看到35节车厢堆叠在一起，现场并且冒出了大量的火舌以及浓烟。那发生这个意外的地方是在德州那12号地点时间，那35节车厢撞成一团，引发火灾。那当然这些天灾人祸有时候呢发生天灾人祸的时候，美国的国民兵会出来维护这个秩序，或者是帮忙救灾。可是这一幕引发了民众的这个抗议或者是不认同这是国民警卫队美国在华盛顿联合车站巡逻。有一些喧闹跟一些拍照，因为有一些民众觉得有趣嘛。可是他们实际上做了什么呢？美国民众也提出质疑，就你实际行动寥寥无几所以就有一些特区的民众就说，国民兵巡逻这件事情呢，既浪费时间，又浪费人民的钱，其实真的不必要那也没有任何犯罪行为需要在华盛顿特区设立军事基地。可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呢，有一些民众出来抗议了。透过画面您看到，他们反对川普的打击犯罪，还有部署军队的措施，高喊你们离开我们的街道，离开我们街道这样子的口号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川普呢，他一方面对外发动了所谓的关税战、贸易战，可是内部其实纷扰不断，有天灾、有人祸、有抗议。那我们看到在晶片战这个部分，川普还是很得意他对媒体公开讲说，我们辉达晶片非常先进而且我打的这个关税战已经阻止中国的电动车来到美国所以他觉得他自己好棒棒，所有的政策都这个实施出去都有效果。而另外我们看到现在还传出一桩新闻，就是美国政府说要入股 Intel 所以今天 Intel 的股价有上涨。那陈立武他是 Intel 的 CEO 嘛，他跟川普谈了什么呢？说这个过去其实川普曾经点名过陈立武你跟中国的企业关系密切你应该要下台结果陈立武赶快跑去白宫说明之后，川普立刻180度大转变，改口称陈立武你的奋斗让人惊叹两个人到底谈了什么？他没讲可是现在答案揭晓了，有可能会美国政府入股 Intel。那过去我们不断在讨论说，有可能会叫我们的台积电去救 Intel， 可是现在事情都还没有底定这是媒体报道。不过另外我们再来看看一个独家幕后所谓黄仁勋，他一直想要进这个中国大陆，他认为这个晶片战这个是不必要的。那 H20 这个晶片呢，川普点头销往中国，其实后面有一个内幕这是来自于《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黄仁勋在一次会面里面，为了博得川普的欢心，就画了一个图表，然后说明说这个关税会对美国本土的晶片的这个产量的目标带来反作用就劝他不要这么搞。结果会面不久之后呢，川普就同意 H20 销往中国，也同意在美国投资的科技免于100%的半导体关税据说台积电就因此豁免，因为他去美国投资了嘛。可是Bloomberg 他披露，他说中国其实也有一招，他呼吁国内企业不要买 H20。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黄仁勋就被美中夹杀了某种程度是这样的。而且他销往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晶片，还要给利润分润给美国政府。那另外我们看到呢，包括中国大陆现在呢也很担心有保密防谍这样子的一个担忧，所以像是这个阵网它其实是一个病毒的攻击事件他很怕说发生病毒攻击，他们的网络会瘫痪，所以他们现在在盖一个超级大坝是在这个金沙江的上游的希洛渡大坝现在就全面不用不用西方制造的工业控制晶片，因为担心有间谍担心被植入什么样的病毒所以呢
采用国产的晶片哦，这个你防我，我更防你；你怕我，我更怕你哦，大概是这样的意思。那我们看到现在呢，中国向美国海权发起了进攻，这是来自于香港01的一个报道，意思就是说你海权哈。如果你这个海上封锁我没有问题，我在陆地上我做一个超级工程，其实是3大超级工程，包括川藏铁路的拉萨到林芝段这开启一个这个扩充这叫做钢铁动脉，要贯穿世界屋脊预计是2030年全线会竣工通车。那另外还有投资了1.2万亿人民币的雅鲁藏布江下游的水电工程那还有一个超级工程是中国最大的2个省份要用铁路来相连，包括新疆的和田以及西藏的日喀则，还有拉萨的铁路像这样子的一个在陆地上面建构了一个铁路网那包括呢悄声无息的在亚洲、欧洲、非洲还有南美各地早就积极建构了铁路网这是一个所谓的新思路所以大家就是都在布局尤其是这个大国。那我们再来看看，包括现在中东还在打太凶了，美国的爱国者飞弹现在产量要翻3倍，因为需求量非常大嘛。那美军依赖中国大陆企业的飞弹防御最严重空军供应链越来越红，什么意思？红的意思就是中国大陆的供应链嘛，说是这个美国国防供应链其实有很多你一些基础的或者是各种的这个承包其实承包商是陆企耶这个占比也蛮大的。来请教赖老师。美国的国内问题确实很多，我觉得美国的总统应该要专心的把内政搞好，但是我觉得美国的总统似乎没有办法专心的把内政搞好，因为内政搞好太难了，太复杂，而且太吃力了，而且常常这个累得要死，然后看不到什么成效，那干脆搞外面的比较快一点。为什么？因为第一个是气候暖化的问题，地球的温度真的是在上升。你看我们在台湾，我们都已经很明确的感受到我们的温度都在上升，科学家就告诉你说，地球又发烧的多了1.5度，再这样烧下去真的会出问题。我们都已经看到了冰山在融化，然后温度在升高。但是问题就在于，川普不信，他就是不信，他认为那是谎言，他认为那是科学家制造出来的谎言，所以他一直不愿意为地球降温。那美国不愿意，坦白说，全世界就没有人愿意做了。为什么？因为美国是制造温度排碳的全世界最大的国家，那我们拼了命节省这个碳，结果呢，你一个国家拼命的在用挥霍，那我们何必这么精打细算？所以大家都不管的情形下，这个真的是博弈理论这个造成我们叫做竭泽而渔就是说大家拼命捞到最后鱼苗都小了，然后还再捞到最后什么鱼都没有了，这地球就毁灭了。现在的情况，美国就这样的。另外一个地方就在于，美国的铁路系统，其实我们已经连美国人自己都说我们的铁路系统太落后、太老旧，早就应该更新了。但是你看，没有人要做，就是没有人要做，因为联邦政府不愿意做，地方政府说你的补助没到位，我也不愿意做，因为那是属于联邦的权责，因为它是要贯穿各州的嘛。那问题就在于，这个吃力不讨好就不做，不做的情形，你看到就不断的发生火车相撞，这个已经不知道撞了多少次了，每一年都要撞。我觉得这个美国这个问题真的是再不解决不行。好。川普他在做实验，因为华盛顿 DC 刚好，他这个 DC 特区，它不是一个州，所以他没有高度的自治权。由于他没有高度的自治权，所以这个国民警卫队这个州长是没有任何权利的，他是属于联邦权。而且呢，这个州这个 DC 它本身就是这个特区的市长，他本身的所有的决策跟预算都还要送到国会去同意。那对于川普来讲，他就要实验。军管在美国可不可行？是，我觉得他现在在做的就是这个实验。是，可是有些民众出来抗议了。民众当然不能接受军人来管理内政啊，真是。来，我们进一下广告。中国大陆3大超级工程，它背后的意义是什么呢？请教舰长。其实我们这样讲
大家都认为这是一种陆权的思想，但是其实不是，这个是中国大陆为了要照顾新疆以及西藏的这些少数民族，然后呢，我们讲到啊，你要让这些民族自己富起来，你就要先开路。所以我们才讲到那个有关于川藏铁路的部分，那有关于那个甚至啊还有这个打通天山这个南北疆的这个胜利隧道，其实都是以往很难想象到的工程啊。那另外呢，也就是有关于电力的部分，因为中国大陆非常清楚啊，未来那个你的产品要进入到欧盟，很重要的就是你要使用绿电，不然他就跟你先课碳税。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所以要不断的那个开发这个水库啊。那例如说我们讲到的西洛渡大坝哦，那它的另外一个也就是白鹤滩大坝，这个也就跟我们之前讨论这个雅鲁藏布江的水坝是一样的，也就是同样的水，因为它的高度差不断的在运用啊，那就可以将这个电力呢，让中国大陆提高它的算力的所需要的电力。那我们台湾现在你还要火力全开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那至于说讲到这个大坝，刚刚讲到说西洛渡大坝未来它要使用中国大陆自己的晶片，因为阵亡的一个因素啊，那阵亡的确是，也就是伊朗当初在发展这一个浓缩铀的时候，它所使用的铀浓缩机就是被这种阵亡它的一个这一个电脑病毒啊，让它的这个离心机转速过快，让它整个厂，而且不止一个厂都爆炸。所以这样的防范的确是防患于未然的准备。好，我们进一下广告。好，现在传出美国要入股 Intel 了吗？是，大家可以看到，川普那天讲陈立武多么势利内人啊！他的公司过去跟中国大陆做生意，然后他又是中国，所以有安全为例。好，安全一例以后，陈立武马上进入官邸那大家可以看到，最近的所有的谈判你只要跟川普见到面，其实事情都会解决。为什么？川普好大喜功，你们这些手下都不行。你看，我跟他谈了一下，马上就行了。每一个贸易案关税案大概就是这样，你知道吗？所以陈立武其实很清楚。各位朋友，你要想想看，川普最近在打交道的是哪些人？黄仁勋也是见了他以后，然后东西就进入中国大陆。黄仁勋进入中国大陆，讲中国话，穿中国服，大家看了，不是穿皮衣吗？我告诉你，川普现在打交道就是这些人苏宏之是超微的，台湾过去的，魏哲家台积电，他现在都在跟中国人打交道，他自己不知道那这些中国人都是在全世界各地都有非常强的一个发展，而且是很有分量的，这是川普未来的中心。好，我们来看看国民党最近有一篇新的宣传片，引起大家拍手叫好。我们来看看。不是表决多数赢就可以，不是这样哦。不是表决多数赢就可以了，不是不是这样子。大家赞成吗？大家赞成吗？没错的，那是因为你们智商不足啊。选民有多愚蠢，低智商。我在讲话，请都看不懂，认真看得懂。怎么样？大罢免，大成功。好，你看到这是这个粉专拿来二创的那国民党原来的这个宣传片其实是823的一个公投的一个延续，以及他们认为用年轻人的方式来嘲讽赖清德总统这1年的执政不力各种荒腔走板的一些事件。而我们看到网红馆长，那当然他身体力行，他想要用他自己的眼睛，用他自己的体验来看看对岸现在到底是不是赖清德或者是赖政府说的那样落后。所以你看到他在深圳第2天，他不断的直播，我们来看看他的直播内容。我还是想先把
两岸交流做好，先让台湾这些青鸟、蟾蜍、黑熊来看看，因为为什么？因为这些人在遮你台湾所有人的眼睛。民进党这么多年来花了我们台湾多少纳税钱，台湾有进步吗？没进步。那你把钱还我啊！你丢不丢脸？我有没有讲错啊？馆长你要贬低我，别了，我啊，从以前到现在花了几个兆，现在又要被美国人抢了几个兆，我不能说台湾需要进步吗？包含我今天去腾讯，多少台湾人来这边就业，人才现在都被大陆这样一直吸，人家是怎么在笼络人才的？那我们台湾是怎么在浪费纳税钱的？如果这个不能讲，台湾怎么会进步？好，陈诗翰在对岸直播，他一样，他的风格是跟台湾一模模一样样哦，有非常多的这个我们必须处理的这个不宜放在电视上面的一些话哦，所以请大家见谅。不过必须讲哦，他自己去看了深圳哦，这个深圳发展机器人的基地哦，南山机器人谷哦，来，请导播让我们看看画面，他的的确确大开眼界，这跟全球第一个会前空翻的机器人重型 PM01互动哦，你看到他跟这个机器人互动，他们两个人一同完成了躺下、坐下、快步走哦，像是这样子的一些动作。那馆长当然觉得大开眼界，觉得非常惊奇哦，因为的确我们在台湾我们没有看到这样子的科技哦，所以他刚刚也在直播中有特别讲到说，把我们台湾很多人的人才都吸过去，因为他在深圳也看到很多台湾人去那边工作，去那边上班，去那边贡献自己的智慧哦，所以他说这是中国科技啊，必须让我们台湾人也看到哦，必须要承认哦，对岸的这个进步哦，不要固步自封。那另外呢，包括自动驾驶计程车这件事情，他也去体验了。来，让我们看看这个画面，这个是小马智行无人自动驾驶计程车在深圳街头穿梭。那馆长也坦言说，车辆起步还有打方向盘有点不温柔，非常的粗暴，可是还是大赞技术有点厉害。他说，台湾什么时候要有哦？那当然，我们知道呢，因为民进党政府，尤其是赖政府把对岸当作敌对势力之后，现在大家去对岸呢，不管是就学啦、观光啦，有些人都遮遮掩掩，不太敢大肆宣传。所以像是馆长这样全程公开透明，也用直播的方式让大家来比评，你自己有你自己的评断嘛，你就看看对岸现在哦，包括你看到支付。都已经不一样了哦。我们现在用电子支付，可是对岸有什么呢？手掌支付，我们来看看。豪华的装修车会极大减少我们的通话质量。接下来的话呢，我将打开我们腾讯会议的天爱相册功能。可以看到现在电钻是人在转动的，我也在继续和对，包括你可以看到它在里面就是一直在操作的。哇，太厉害了！这个降噪降得太了。降噪的话是我们打造的一种算法，是，因为我们的算法专家他就是学习了日常当中的300多种噪音，然后交给 AI 深度学习，厉害。所以这 AI 运用真的是很重要。好，这是 AI 的降噪的黑科技哦。你刚刚看到馆长有看到这个。有时候大家在开会啊，有时候旁边发出一些声音，我们就说小声小声，不要发出声音。可是他们有降噪的这样的功能哦。你看用电钻，你都听不到这个电钻很干扰的状况。那我刚刚说到手掌支付这里，也请导播让我们看看手掌支付的画面哦。他在这个腾讯总部体验这个所谓手掌支付，只要用手。哦，那相关的科技，你就可以立刻刷手掌来做支付哦。那还有我们看到刷脸贩卖机哦，下一场来，请导播让我们看刷脸贩卖机，包括这个贩卖机，你只要用你的脸去刷一下哦，那就可以刷脸、连接微信、开门拿饮料、自动付款。那这个当然。我们看到的这个科技哦，也是蛮惊讶的哦，因为至少我自己本人也没看过哦，刷脸，我不晓得可能在座的也许有人有看过。那当然，我觉得科技好或者发展的好，我们就给他拍拍手，按一个赞哦。只是说，如果9/3那一天，馆长有说他要到天安门去看这个阅兵哦，那这件事情可能大家的意见就不太一样了哦。包括陆委会今天也回应了哦，我们看到梁文杰他说。有一个禁止公告啦，是公告政府公务员、公职人员以及曾经担任政府重要职位的人，去对岸像是这种阅兵的一个典礼。如果一般民间人士，馆长是民间人士嘛，他是商人嘛，他是网红嘛，不在
规范或者禁止的范围内，意思是说他可以哦。那馆长听到这个讯息，他也回应了，他说陆委会啊不干正事，开个记者会只是为了我吗？哦，那这个当然我们看到呢，现在两岸的交流这边这个事情啊。已经在馆长他包括他带头过去哦，那有一些人也开始说，那我是不是也用我自己的眼睛去看看对岸到底是好是坏哦？看完之后再做评断。那另外我们大家知道，今天是对日抗战胜利80周年，赖总统在脸书上有发了一篇贴文，他说团结必胜，侵略必败哦。即使经过惨烈作战才击败侵略者的同盟国，在与当初的交战国80年后民主有盟之姿并肩坐在一起，展现对和平的珍视与渴求，展现民主国家的友谊。可是观众朋友，你看完这整篇文章，你看不到他提中华民国是战胜国，也没有提中华民国是同盟国，也没有提日本是侵略国，只用交战国轻轻带过，所以看了个寂寞，看不懂到底在写什么。我们看到日本反而他第一次日本首相石破茂公开重提反省，他们自己在反省哦，他们发动战争哦，所以大家看一下哦，这个我们的赖总统对于所谓的2战的我们对日抗战胜利80周年他的态度是什么？民间有一些活动，民间有一些很我们看到非常具体的说法，可是赖总统反而非常模糊的带过。另外，我们再来看看，我们台湾要维护印太和平的先锋吗？当先锋吗？这个新闻是来自于我们看到中国战机，在黄岩岛这里拦截菲律宾的飞机哦，这2架战机相距只有61公尺，那我们陆委会突然发声，声援菲律宾，谴责中共南海挑衅，就是我们是急先锋，而且是陆委会的梁文杰。非常罕见的主动发这样子的一个谴责的声明。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呢，美国的军事媒体有报道一件事啊，他说台湾的武装无人艇现在开始在研发开始在可能要大量的来发展，要阻止解放军首波的登陆就因应未来有可能的台海之间的一个作战。那另外，我们的海鲲号，我们说国建国造，我们要加强我们的国防。可是现在看起来，不只是潜望镜用借的，连操雷也要借，而且传出来后续舰将改用德国引擎，所以到底出了什么事情呢？怎么会用借的呢？来，请教董哥。海鲲舰已经1个半月没有现身了，大家可以看到，他讲11月要交舰，大家观察这个日期啊。不过刚前子你开始讲就是我觉得国民党这几年变化蛮大的，就是他有很多年轻人参与他们很多的事务。那过去我跑国民党中央党部的时候，都是比较老人，思维也比较老。那这一两年来的最大变化，你可以看到他在立法院，比如说徐巧芯罗廷伟黄建豪大家可以看到，国民党现在的立委是比其他政党年轻非常多。为什么？就是说他现在大量用年轻人，而且放心让他们去搞一些创意。那大家看到南方公园，如果像我这个年纪，大概30年前，你大概都看过南方公园、南方四剑歌。他模仿那个，其实真是非常好玩。那个就是一个创意啊。创意把很多时事把它摆进去，你会觉得好好笑大家点阅率进去，这个就是影响力啊。那我们过去看到了，其实这一些。不管是作战的方式，或者这种文宣的操作，都是民进党独胜战场啊！它整个网络世界都是民进党在包揽。那你现在看到的情况就完全不一样。现在年轻人他们很多被民进党所蒙蔽了。馆长进入大陆，其他看到东西，对我来讲，我们都看过了啦。除了疫情那3年，从两岸开放，我每年都会进入中国大陆好几次所以我们其实很多东西都看过，我们觉得见怪不怪。可是馆长讲了，他第一次进去，哎呀，你看人家厕所有门呢，那全场哄堂大笑，那就是民进党告诉我们的，厕所没有门，他的高铁没有后备，就是大家讲是真的这样吗？他们的人听了很高兴，但是当我们把中国大陆视为最主要的竞争对手的时候，你对他不是应该知己知彼吗？但是我们看政府的操作，他显然不是啊。那馆长进去不管你看到机器人，我告诉你，北京有一家餐厅是完全机器人在做的，包括做菜，包括
用来服务你，包括找钱什么都是啊。哦，找钱当然是用那种电子科技的支付，它也很受欢迎啊。那机器人是其中一项，不止啊，它电动车对不对？哦，它的北斗卫星，大家可以看到，人家现在的进步已经不是民进党所形容的这样，可是他们只要随气讲中国大陆一些真实的部分，就被民进党政府打压。前面的钟明轩不是这样吗？结果最近闽南人出来讲，哎呀，我们就是故意恶整他的。我们跟八炯那时候怎么样？要不择手段。你看钟明轩被他们打成这样，钟明轩听了闽南人这一番话，他都哭了。他说不是我自己。那当然，大家可以感触到，民进党不让我们了解中国大陆的真相，到处遮掩掩。可是现在的资讯是流通的嘛，很多人都可以看到，原来大陆是有一些进步。它当然也有很多缺点，每个国家都会有缺点。那我们可以看到人家的进步，你凭什么在那边校正？你其实相弃人家甚远。我老实讲，对不对？馆长讲的那个电动车是最明显的，电动车的价格，那台湾卖多少钱？那现在如果美国进来的话，台湾你怎么办？这些都是对我们很现实的问题，我们政府通通不讲。而且934是我们从小的军人节，我这里有2位现役军人。退役的朋友，他们是职业军人退了我是金门人，我们对军人的感情是非常重的。那这应该是我们庆祝，这是我们的盛典，怎么被中国大陆拿去了？然后还在那边酸说别人怎么去？你政府要办比他更大的嘛，对不对？我办比他更大，我们打败日本人80周年大家可以看到80周年那是不得了了。是，那让台湾回到中华民国的怀抱。赖清德不敢这样啊！你知道日本在台南光交八连事件杀了1万多人，余清芳带领了这场抗日的活动，死最多人就是这里，你也不敢讲，只在那边讲中战。中战就是日本人的用语，因为他们输了，他们说战争结束了。他不像我们说战胜了，战胜纪念对，战胜国不敢讲，这是什么政党啊？一点骨气都没有。是赖老师，我确实很希望台湾的多一点年轻人不管你是什么政治立场都没关系，什么颜色的都没关系。我觉得多到大陆去了至少去一次看看，看看大陆的变化速度确实很快他们的进步的速度也很快。他现在的进步其实已经不是说在追欧美他事实上是领先欧美了，所以欧美他们的压力很大那大陆的城市的更新他们的变化实在是快到不行。而且他们的绿化的一个程度台北、台湾没有一个城市可以赶得上大陆几乎所有城市的绿化。大陆几乎所有的城市的绿化几乎都到30%左右，连离我们台湾最近的福州我们看到福州、厦门等，他们的绿化的程度甚至还更高，到5%左右。那去年去晒得满头红的这个小舰长，他去了深圳，深圳的绿化程度也很高。对。他们都是几乎整个城市基本上先绿化，然后再城市发展。我觉得大陆的进步真的是很快，真的是很希望台湾的好朋友们不管你是什么年龄的，不管你是什么政党、什么背景，去看看他们的各方面的变化，城市的变化、现代化我们一直在强调它的现代化，欧美的国家都赶不上了，赶得很痛苦。因为基本上来讲，全面性的落后是欧洲，美国还有一些项目领先，但是其他的项目，例如说包括交通啦、港口啦、造船啦、高铁啦这个机器人生产啦、全自动化的生产啦等等，这我刚列举的所有的这些方面，它全部都落后大陆了。所以美国人他压力大到不行，就是因为他领先大陆的寥寥可数，就是那几项而已。其他的绝大部分都落后了。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台湾真的要认清楚这个大陆的变化真的是一个局势。另外，我觉得既然是93来了，那就是我们的抗战胜利纪念日。没有抗战胜利，台湾绝对不会回到中国，不会脱离日本人的控制。我觉得这一点台湾不能够忘记。没有所谓的中战，只有日本、德国、意大利等法西斯跟军国主义的投降。再强调，
他们是投降，把他们过去非法占领的台湾归还给中国，这才是历史的事实。赖清德不要扭曲历史。好，来请教舰长。其实的确，无论是什么样的一个背景，都应该到中国大陆去走一走，去看一看，因为只有透过交流，我们才能够相互的认识，而且其实我们的语言都是相通的，那不会有太多的障碍。那有了认识之后，我们才能够培养互信，有了互信之后，我们才能够提升为说，我们怎么样解决台海的问题啊？这才是最重要的。而且其实中国大陆呢，对我们台湾同胞有非常多优惠的措施。那例如说，我们如果说你有机会的话，你稍微刷一下，去看一下台胞公寓到底长什么样子。那它不到6000块新台币可以住到3个人，然后有1300平米，那其实很适合台湾到那边去发展。至于刚刚主持人有特别提到一个有关于刷脸的部分那我去年去珠海航展的时候，我们虽然有带识别证可是那识别证不是拿来刷的，是识别你的。那实际上我们通关的时候完全就是刷脸。那我去坐高铁的时候也是刷脸，然后当然还要配合的台胞证那也就这样子而已。而且台胞证就是类似像我们感应悠游卡一样。那至于说大家讲到说有关于海鲲海鲲我之前就拿过这一张也就是中央社的报道，他说他访问的内容是说比现役的我们的舰龙级的潜舰呢进步10年。我们舰龙级潜舰下那个服役的时间呢，大概是1988年到1989年这段时间。那如果先进10年呢，也就是1998到1999这个年纪，这个时间意思是什么？我们的海鲲还在上一个世纪也就是其实我们大家都认为我们的做的海鲲怎么样大家不要自我的吹嘘。其实我们现在什么都用借的，为什么？因为其实货还没到你就想要成军了，这件事不是很好笑吗？那例如说，大家之前在讨论这个鼓包，那其实它就是一种被动式的测距的声呐。这种声呐大家说很少见，说很少见的，你真是对军事很外行为什么？因为其实澳洲的柯林斯级的潜舰，它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装备。不过为什么人家没有这么明显？这是我们要想清楚的一个部分。因为人家这个部分前面都有消音瓦，不像我们都用好像感觉像实力控这样子弄来弄去所以我们才会特别明显。那人家有消音瓦，我们没有消音瓦，那是不是我们的潜舰更容易被人家征收到？